好，我们这边要讲的是 feature selection for classification，就是在建立一个分类器的时候，你到底要选用什么样的 feature 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这边我们会讲几种方法，一个叫 exhaustive search， 就暴力法，就所有东西我都，要再点第二遍才会出来，是不是？叫 exhaustive search， 就暴力法，用暴力的方式来搜寻所有的 feature， 看有哪些 feature 有的要，有的不要，但是我把所有的可能全部把它穷举一遍哦。那通常有的时候穷举太久了，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 heuristic search， 就有一些比较快速的方法，但它不见得能找到最好的 feature 啊。然后就跟各位讲一些范例。那我们这边讲 feature selection， 有时候又称为 input selection， 因为 feature 就是你要送到分类器里面的数值，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叫做 input。那我们的目标呢是，比如说原先有100个 feature， 我能不能只要找出5个 feature 出来，所以去选一个 subset out of the original feature set， 然后利用原先有100个，算起来太慢，而且效果也不好。那我能不能只抓5个出来？这5个能让它效果达到最好的，比如说 accuracy 最高。那当然这个 accuracy 也是其中一个 performance index。我也可以选说，我抓出5个，让它 AUROC 最高，这样也可以。就是你看你怎么样定义它的 performance index。所以你要进行 feature selection 之前呢，你要指定3件事情。第一个，你必须指定它的分类器。你要用 KNC 呢，用 naive Bayes classifier 还是用 quadratic classifier？你必须指定它的 performance index， 你比如说你可以用 accuracy 啊，用 AURC 都可以然后你必须指定 performance evaluation 的 method，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 K-fold cross validation， 这3个都要先定下来后，它才能够帮你选 feature。那它的好处呢，第一个呢 improve accuracy， 因为你的 feature 变少了嘛，计算上会比较快一点。然后抱歉讲错了就是要找出好的 feature， 让它 accuracy 变高。那第二个是 feature 变少了，它计算量当然会变小。那第三个是希望能够解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事情特别重要。我们讲 explainable AI， 你能够解释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之前跟美兆在进行利用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来预测一个病人会不会有脂肪肝那过去可能从过去10年来，我已经累积了10万个病人。那10万病人有的脂肪肝，有的没有脂肪肝，我就可以抓他的身高、体重、年龄、性别，有没有吸烟，有没有喝酒，他的 BMI， 他的腰围，他的体脂比等等，这些资讯可能有抽出100个出来，然后预测他有没有脂肪肝但是100个有些是没有用的 feature。你说身高跟脂肪肝有没有什么关系？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体重有没有关系？有啊，比较胖的人会得到脂肪肝但胖的人也不见得每一个都会得脂肪肝而且他胖的话可能是高对不对？所以体重跟身高好像没有办法唯一来决定脂肪肝。那其实我们抓出来的 feature 最重要的是什么？腰围你的腰围大的容易得脂肪肝 ，BMI 比较高的容易得脂肪肝每天喝酒的公克数越高的越容易得脂肪肝那这些其实大部分医生都知道那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办法抓出一些 feature 是医生不知道，但也可能会造成脂肪肝？那就是要做 feature selection， 你要选出到底是哪几个重要的 feature 会造成你的脂肪肝，你会知道以后就避免让那样的 feature 发生比如说今天你的腰围过大过宽容易得脂肪肝，那你就要减肥你就要运动才不会得脂肪肝那这个对医疗上就会有很大的帮忙那我们通常讲呢 feature 你要把 feature 把它降为，这个叫 feature 的个数变少的话，有分 feature selection 和 feature extraction那这2个方法呢，这2个路径呢，这2个途径呢，都可以叫做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就把 input 的维度要把它压低下来那它的目标也都一样，就要 simplify model 的 complexity， 那希望这个 complexity 变低以后，而且 accuracy 还会拉更高
好，那 feature selection 呢，我就是直接从原先有100个 feature， 我能够选5个、选10个出来，所以 select the best subset， 把它抓出来。但 feature extraction 比较复杂一点 ，feature extraction 呢是把旧的 feature 原来 feature 做一些 linear 或是 non-linear 的 transformation。你把它可以乘上一个矩阵做 linear transformation， 或是把它经过一个 neural network 变成 non-linear 的结果。然后呢，经由这样的方式，能够也是想达到 feature 个数变少，然后 accuracy 拉高。那但是这时候抽出来的 feature 呢，有时候就比较没有 physical meaning， 你不晓得那是什么 meaning， 不晓得那是怎么回事。我做 feature selection， 我能够一个一个选出来，我知道说，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一选出来，你 accuracy 是拉高10%。但是当你在做这些 linear transformation 的时候，其实或是尤其是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有些重要的东西你就看不出来。那 linear 的 feature extraction 包含 PCA， 这是 unsupervised 方法 ，LDA 是 supervised 方法，就是后面我们如果有时间就还会再提到。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exhaustive search， 我就暴力扫一遍，到底要用哪些 feature 进来。那就是首先 generate all combination of feature， 那你就是看能产生几种这个组合feature 组合，然后一个一个去评估它们好不好，然后就选出最好的组合出来 ，best accuracy。那这个就是一个组合的问题。假设你有第一个 feature。那你可以组合出多少 feature 几组 feature 出来？那很简单，每一个 feature 你是选或不选嘛？选或不选就2种可能。那有第一种 feature 就2的第一次方，有这么多种可能。但其中有一种要排除掉，就是全部都不选。全部都不选就是没有 feature， 你根本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就出现2的第一次方，你要做2的第一次方减1的 cross validation 的 procedure。来做 performance evaluation， 这个也是我们 quiz 会考到。如果 d 等于10，有10个 feature， 你就会必须做1023次的 cross validation， 所以就是很花时间。那它的好处呢是，你永远可以找到 optimal feature set， 那坏处那 extremely slow， 这个好处坏处都是显而易见。那当然，你这边要特别注意当我讲说 optimal feature set can be identified， 这是 under the assumption， 我们已经假设什么东西呢？回到前面，有没有假设这3件事情？假设你的分类器已经固定，假设你 performance index 已经固定，假设你的 evaluation method 已经固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找到最好的 feature set。好，这边就是一个范例假设有5个 feature 如果今天你可以个别只选一个 feature 选一个看效果好不好，就各选一个那你可以选2个假设选一个最好效果是这个，那选2个12、13、14、15、23、24、25、34、35、45等一路下去。那如果只选2个 feature， 最好是这个。那如果只选3个 feature， 最好是这个；只选4个 feature， 最好是这个。那你这几个最好的再来比一比，你就知道说，我最终要选几个 feature， 因为这是暴力法，所以一定会把所有的组合全部摊出来。那这个方法呢，其实就是暴力法而已。你只要电脑够快，你当然就可以做得出来。但是当 D 很大的时候 ，dimension 很大的时候，你就毁掉，那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那我们再看看，刚刚那个是 是 exhaustive search D 等于10的可以得到1023 ，D 等于100呢，就假设有100个 feature，2的100次方等于多少？你根本做不完，你就再怎么做都做不出来。那接着我们来看其他的 heuristic search。那 heuristic search 呢，就是它的复杂度没有那么高，但是至少会算出一些结果给你。一种叫 one pass ranking， 就是我每一个 feature 只算一次，我就结束了。这时候你要选3个 feature 抓前3个，选5个就抓前5个。那再过来还有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sequential backward selection， 我们会讲的是这2个，说明一下。那当然你还可以延伸，后面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这个我们就
就不仔细往下讲哦。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哦。第一个叫 One Pass Ranking， 就把每一个 feature 丢进来跑一遍，然后把每一个 feature 的 performance 直接摊在阳光下哦，由高排到低。你要选2个 feature 就抽前2个，选3个 feature 就抽前3个。哦，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哦。所以它 advantage 是 extreme fast 相当快 ，disadvantage 是出来效果不会很好哦，因为你是很快得到结果，但是效果就不会很好。那你的最后的你的 best subset 最好 subset 不会包含最好的 individual 的 subset 哦。比如说我今天做像这个就是 one pass ranking 哦，我5个 feature 全部跑一遍，我就得到哦 x2 最好。但是我如果后面用 exhaustive search， 你可能最后得到结果说，哎，是 x4 加上 x5 会最好的结果，反而跟 x2 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得到一组最好的，不见得会包含单独最好的哦，所以这是 one pass ranking 它的缺点哦。那反正它就快嘛，所以就是只要很快得到答案，就何尝不可哦？如果你的 feature 实在太多哦，那在外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就比较聪明一点。比较聪明一点的意思是说，我先抓假设今天有100个 feature， 我先抓一个进来哦，那这一个当然是这100个 feature 里面效果最好的，就先拉进来。那接着我要抓第2个 feature 的时候，就从剩下的99个里面，也是这样少一片抓进来和第一个选出来，合起来会得到最高的辨识率。哦，就每一次都拉一个进来，那拉进来那一个会必须按原来的 feature set 合起来得到最好的辨识率，这个就是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哦，那这时候会假设你有第一个 feature， 那你要做几遍呢？哦，那结果就是 d 乘以 d 加1除以2。哦，为什么得到这个式子？因为你第一次有100个 feature， 你要做100遍嘛。那你第2次只剩下99个 feature， 你要做99遍。第3次只剩下98个 feature， 你要抽98个进来，所以变成100加99加98，一直加到最后是1。哦，所以变成就是1加2加3一路加到 d， 所以出现的个数是 d 乘以 d 加1除以2，这么多的 cross validation。哦，那你可以比较看看。d 等于10的时候，哦，你可以得到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的个数呢，就带这公式进去，就是得到55。然后 exhaustive search 是2的10次方减1，2的哦，所以是1023，哦，这边就有差别了。那 d 等于100呢 ？SFS 要做几次？100乘以101除以2。要得到5050，好，那 ES 要做几次？2的100次方减1，这是什么数字？2的100次方减1，你可以直接取 log 看它到底是有几位数，你就知道是一个很大的不得了的数目，你根本做不完。哦，所以你的问题如果100个 feature， 这个直接打叉，这个整个死掉，没办法做这个事情。哦，这个一比较你就知道，所以这种是一个是在自控系里面，这个叫 polynomial 的 complexity， 这个叫 exponential 的 complexity。那 exponential 它一下就当掉，你根本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啊。那这样做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呢，这个选到的 feature 呢，它的优点是够快哦，这个快是比 exhaustive search 要快很多。那它的 drawback， 它的 weakness 呢，就是not always optimal， 永远不见得是会抽到最好的 feature， 这个你也可以想象，因为你抽一个 feature 进来，它就永远不会被踢掉。那它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我并不知道。其实就一抽进来就留在那里哦。那当然是 exhaustive search 一定会得到最好的结果。好，这边就是一个范例哦。就是说，你先抽一个 feature， 这边有5个 feature， 你抽进来，我发觉 x2 最好 ，x2 啊，就把 x2 摆在里面哦 ，x2 你们 x2 21、23、24、25来选，看哪个最好。2一定进来就摆在里面，然后剩下的1就是1、3、4、5再把它拉进来，就你发觉哎，2和4合起来最好。那接着就是2、4已经保留，再从里面抽，有没有？2、4、1、2、4、3、2、4、5。看哪个最好？
那发觉243最好，那就243摆在里面，你们243摆在里面，在2431、2435这样一路走下去。那你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每次抽不同 feature， 那把它的 performance 画出来，你就知道要停在那里才会得到最好的结果。那这是一个用 Iris dataset 来进行搜寻的结果你可以看到这是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1、2、3、4，发觉3最好，3在这里，那效果最好这4个来比是3最好。所以这边得到31、32、34，把3保留，那继续往下做。你发觉34最好在这一段里面34最好，再过来就341、342， 341、342，只剩下2个，这2个。那可能会有发觉，可能是341最好，在这里最好，那最后剩下一个就341了，剩下这个。那这个结果刚好是得到全选，得到最好的结果，但不是每一次都这个样子。有时候就是你只要选少数几个 feature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后面有范例那这边是 exhaustive search， 因为这在这边 d 等于4嘛，所以就变得简单很多。这个像这里是2的4次方减1，就是15个 cross validation， 所以这边就把这15个全部列出来，你就知道最好的结果刚好是全选。那这个结果刚好是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和 exhaustive search 得到结果是一样。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范例，这个 Y dataset， 各位可能不记得 Y dataset 是什么，因为我们上次有叫各位做 take home 的 reading 讲到 dataset 就讲到 Y， 这个 Y 指的是葡萄酒。那在意大利，比如说有3个不同的产地会生产出很多葡萄酒出来，那它就每一个产地的葡萄酒，比如说各抓50瓶，然后每一瓶去测量它的透光度、它的颜色、它的酸碱度、它的草酸值等等，那总共抓出了13个 feature D 等于13个 feature 出来。那我们期望用这13个 feature 去决定说，一瓶酒如果进来，我抓这13个 feature 能不能决定它是从哪个产地出来的葡萄酒？那你可以想象，不同的产地，因为它的阳光照射不一样，它土壤土质不一样，酸碱度不一样，它的雨水也不一样。所以种出来葡萄也会不一样，酿出来葡萄酒当然会不一样所以利用这些特性，你就可以回去检测说这瓶酒是产地是在这3个产地的哪一个产地生产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我做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选了3个这用 leave one out这边的分类器是 k nearest neighbor KNC， 实际上是 one NNC所以我只要选3个，我可以到达 accuracy 到达 93.8， 这是 validation 的 accuracy 然后但是呢，我如果做了 feature normalization 就是减掉 mean 除以平均值，这时候我变成我要选6个出来，这选出来6个可以到达 97.8， accuracy 就提高了那最后呢，我来一个暴力法就是 exhaustive search， 然后也做 feature normalization。所以我选到最好的8个 feature， 那 LO 的 accuracy 到达 99.4， 所以你计算的越多，会得到更精准的数值那当然这数值就会它的 accuracy 就跟着会越爬越高那这个 sequential forward 因为 d 等于13嘛，所以就是13乘以14除以2，总共会你要造出一个做91次的 cross validation 才得到结果。那如果 exhaustive search 这是 sequential， 抱歉，这是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得到这样的结果。如果 exhaustive search 呢，就是2的13次方减1，有多大？8191，要做这么多次，然后这边只要做91次，它这边是等于是这边的100倍，所以你要得到这个数值。你要多花100倍的计算量才能得到这个数值，所以就花更多的时间。当然，只要dataset不是太大 ，feature 不是太 feature 的维度不是太高，你永远可以用 exhaustive search。但一旦 feature 维度一拉大，马上就爆掉，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只能仰赖 sequential forward search 来找出可能是比较好的 feature set。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sequential forward search， 每一次一个加，一次加一个，一个加一个加，你也可以一次减一个啊。那这就变成 sequential backward search， 就是有13个 feature， 你全部算一遍，然后每次踢掉一个，看踢掉哪个效果为最好，那就把它踢掉了。那剩下再踢掉一个，再剩下再踢掉，慢慢越减越少。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一个同样做 feature selection 效果。那如果我问你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和 sequential backward selection 哪个比较好，你要怎么回答？你就要开始要猜如果你说猜最好的 feature 大概是5个左右，那你就用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因为马上就 hit 到5个嘛。如果说你最好的 feature 个数大概是10个左右，那你用 sequential backward selection， 从13掉到12，掉到11，掉到10，就很快就到达，就大概知道说最好的地方在哪里。那通常是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比较保险一点，因为有时候你会跑不完那 feature 个数多、资料量又大的时候，跑到最后，你可能说，我就只要选10个就好了。请问是哪10个最重要？你就跑一直选到10个就停了，那你知道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好，最后这个 proper use of feature selection 我们通常是 feature 越多，代表 model 的 complexity 越高。那当我们在加 feature 的时候，表示 model 也越来越复杂。那我们通常要选择一个 model 是有 least 的最小的 validation error 那同样的，你这边你看这个图，你会常常看到就是为了避免它 overfitting。那在 XO 呢，是代表的是 model complexity， 或者你可以想象是 number of selected input 或 selected feature。feature 越多，模型越复杂然后这边是你的 error rate， 这 error rate 跟前面又不一样，前面放的都是 accuracy 或者是 recognition rate， 这边放的是 error rate， 两个代表的意义其实蛮接近的那对于 training error 来讲，你看 training error 就一路往下掉，有没有？这条蓝色线就一路往下掉。当你这个 input 越来越多，它会一直往下掉，甚至掉到0但是对 validation 来讲，它又掉到某个地方就开始反转往上爬，所以你就知道说最好的 optimal structure 就发生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你的 optimal structure 那也就是跟你讲说，到这个地方停了，这个地方就是最好，你的 feature 到底要选哪几个，在这里就已经决定了。这就是我们常常来进行 feature selection 用的一个方式，一个套路好了。这个套路就会让你就找到一些 feature， 它能够做最好的 prediction， 而且不会 overfitting。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有关于这一部分 feature selection， 我们就讲到这里。当然 ，feature selection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方法，各位到 Google 上面一查，就发觉方法一堆。但是我这边讲的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方式那注意在这里讲的方式呢，都是要最后去算它的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才能够决定要选哪些 feature。还有另外一些 feature selection， 它是不看 accuracy 的。你就把 feature 抓过来做 correlation， feature 跟 feature 中间有没有什么相关性？假设这3个 feature 的 correlation 很高，我就选其中一个就可以，另外2个就可以把它踢掉。那个当然就是一个更快的做法。但是如果说时间够的话，我们用 model 的 accuracy 来选 feature， 才能得到一个最稳定的结果。好，那这一部分我就先讲到这里。